OK， 欢迎来到恋爱女子宿舍来宾的后续追踪。耶，是我跟伊娃的后续追踪吗？佩佩出现频率蛮高的。好 ，OK。好，那今天呢，我们就欢迎伊娃。嗨，是主角。对，伊娃虽然大部分观众都认识你，可是可能还是少部分的他们第一次看，所以你还是可以简单的介绍一下自己。好，大家好，我是伊娃，我现在23岁了，对。哎呦，出社会了。对啊，23岁出社会了，上节目的时候还没出吗？对啊，我上节目的时候还是就是待业中。哦。兴趣呢？我现在的兴趣是拍一点 YouTube， 哎呦，对，要走 YouTuber 了哦。兼职啦，副业。好，那如果用2个形容词来形容自己，你会是什么？2个形容词哦。啊，看来也是没有提前做功课。哎呀，哇，那我直觉啦，直觉，对，美丽动人。这是4个字，美丽跟动人。好，我相信观众应该是蛮赞同的啦。对，好，那另外一位呢，佩佩。嗨，佩佩呢，今天是我们的客串主持。对，那他今天也会好好的一起挖一下伊娃的一些内心小世界。哇，对，好，因为你们都是忙内组嘛，所以感情其实非常的好。是的，对。然后我甚至看到你们最近是不是有去圆山？对，哦对，然后那2个礼拜前。那我看佩佩其实是蛮嗨的，那时候你们不是还有拍影片，而且伊娃也有上传在你的 YouTube。对，所以代表你们应该很喜欢音乐或者是唱歌，对不对？对。那我们今天要让你们玩一个小游戏。天哪，原来是在铺梗。铺陈铺那么久，原来就是跟音乐唱歌有关的。哇，还要手势，对你，跟我一样。哎，好。那我们就小小的暖身活动结束，那接下来就来好好聊一下伊娃了。好，伊娃聊一下你最近的近况。哦，我最近就是刚有新工作。对，然后算刚吗？算已经多久了？3-4个月了。然后现在主要是在剪片。然后呢，我最近也是跟前任复合了。哎呦，你这么早就直接透露？对啊，哇塞，开门红。对，直接开门见。好，那我们今天前任的部分，我们来好好聊聊。那我们来聊聊一下你的工作。好，而且听说你是在一个蛮知名的大的频道工作，对不对？没错。这是可以透露吗？还是？我觉得应该可以。那你是在？我是在威老板的辣鸡汤，帮忙剪片，很大哇，很大的频道。当时为什么会选择这份工作？因为它的环境照其实蛮漂亮的，然后因为我也想要尝试就是专心剪片的那种工作，对，所以我就去投了很多履历，然后后来是威老板那边的公司有联络我说可以面试看看，然后我去那边也是有先试剪影片，然后就是经过他们讨论之后，我就是成功入职这样子。那你当时面试就是直接跟威老板吗？哦，没有，我没有遇到他。所以至今就是你在工作环境都很少会直接遇到他，或者跟他对话。没有跟他对话过，可是会看到他在公司里面，但是也是会有点怕他啦。有点怕吗？他在那个实际看到跟影片中，你觉得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他会更冷静一点嘛。对，他其实在没有拍的时候是很冷静的，完全没有什么表情。对，那他有气场吗？我觉得气场蛮大，因为我们除了组长是一定要跟他讲话之外，我们其他5个都不太会想要主动跟他讲话，因为会怕。毕竟是老板。对，毕竟是老板。对，因为我看到你 IG 有时候会透露说你要加班。对，很累，对不对？很累。那你会跟佩佩分享吗？就是你加班的那种很累的心情，就是直接聊工作 po IG， 然后就是，就我觉得你上班传讯息蛮快的。哦，对啊，就是在偷懒，电脑开出来。因为我知道他在上班，我就觉得他现在发讯息他会回我。他其实在滑虾皮。哎，所以你的电脑是我发讯息给他就会跳出来。啊，对啊。所以我都知道，而且我有2个萤幕，因为有时候是比如说可能像这个连假，我
连假的那个礼拜5要发片，可是我没有办法礼拜4还改嘛，因为礼拜4也过年好了，比如说过年我初3要上片，可是我初1、初2、除夕不可能还有时间剪，所以我就是要放假前马上把它剪完。可是他从拍摄到给我片，然后到我剪完那段时间其实没有那么长，所以我就是不管怎样，我一定要在连假前用完。所以其实我们很讨厌连假，就一定不管怎样就是要剪完，因为就是要那个时间发片。对，而且那个过年前的片是我第一支片，所以就是改了蛮久。对，所以我就是那时候大概是加了大概3天，加了8小时吧。那你实际看完你自己的第一支作品，那你自己是满意的吗？我蛮满意的，成就感蛮多的。而且那时候因为相机出问题，所以那个画面就会慢慢的变黑，又慢慢的变亮，慢慢的变黑。所以我那时候用蒙版用了很久，才让它看起来比较正常一点。所以我那时候其实蛮成就感蛮多的。你自己觉得，因为其实离学生时期也说实话也没有很久嘛，你有没有觉得学生时期有没有什么事情你没做，你觉得有点可惜、后悔？我觉得我可能后悔太早毕业。你说怎么样要延毕吗？延毕个2年。可能后悔没有多累积一点人脉吗？或者是什么？这个是在你现在工作有深刻感受到吗？可能就是看着的，就是我的朋友们，他们创业啊，或者是甚至可以回到马来西亚去开影像工作室，之类的，就会有点羡慕嘛，就是有点向往那种生活方式。所以你的向往是会有创造出自己的公司或者自己的影像作品、工作室等等。向往是向往啊，但能不能做到是另外一回事。对。那佩佩呢？就是过往有没有比较后悔、遗憾的事情？我就是觉得我没有去交换吧。交换吗？对啊，但是因为那时候没钱，所以我也没办法回去说我回去就要去交换，是没办法。但就是因为我大学时期没有钱，所以没办法交换。哇，我也好想去韩国交换。其实如果问我的话，我也是这个，就是没有去国外，而且尤其是现在出去旅行独立，就更有这种感觉。对，我就是去独旅玩之后觉得的。真的，你就会觉得哇，我的眼界好小。对啊，跟朋友出国跟独旅感觉真的不太一样。而且感觉学好一门外语，就是不管吃什么都香。对，我觉得，而且因为你没有去旅行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学语言还好，可是一到时候发现哇，自己原来太多的不足。真的。而且也会比较想学一点，跟以前那种学的动机不太一样。而且不管做什么工作，它都会再多一份可能性嘛。对。比如说你单纯卖什么东西，可是如果你是会韩文的，你就可以甚至卖给不同的人，或者是从不同的地方来。好羡慕，不知道。感觉很想学韩文。对啊，就多学一门语言。可是我英文好像也不太好，可能我语言天分。那如果韩文跟英文，你会想学哪一个？如果今天要让你英文啊，当然英文。为什么？还是吃的比较开啊，英文。那我不考虑钱不考虑钱，就单纯如果是兴趣，觉得学这语言更有趣一点。韩文吧。为什么？你想当代购？对，其实很适合。对啊，你可以当韩国代购为你开心事业。那我先去韩国定居。对，你即将要把韦老板炒掉了。没有，我当他的韩国供应商。也可以，变成是合作关系。哇，真的是有梦最美。好好追随，加油。好，那因为聊到这个嘛，其实就是你喜欢影像这件事情。对。但是什么契机你会想要自己开一个频道？因为我蛮喜欢别人给我的回馈，就不管是像拍 reels 或者是拍限动，对，我都很喜欢，就是大家不管是称赞我，还是就是说这个很好笑、很有趣，还是什么。但是因为我之前剪美妆的 reels， 我都会觉得为什么就是尽量在1分钟以内嘛。可是我就觉得那样连粉底都拍不好，就你只能涂一下、拍一下，然后就剪掉没了。那个节奏会超快，很快。所以我觉得我想要让大家跟我一起慢慢的享受那个化妆的感觉，所以我就想要拍长一点。而且你本来就有在拍影片，
对，可以这样说。你是我们这几个人里面应该最常拍的，最早拍的， INTP 勇闯美妆圈，对，是赵以前就在拍的。对，你是我们的影片短片界的大佬，什么东西？好难听哦。那个呢，佩佩呢？你有说过你就是因为上了节目之后，发现自己很喜欢面对镜头，所以是因为这样子而开始创影片，然后去透过这样子的方式去对话吗？应该说我很久以前有拍，但是以前那种回应很少，就会感觉我在自嗨。那因为现在有比较多观众，就我今天拍影片是有回馈的，那这件事情就好像就会让我变成动力比较多。那你们未来的主题就会往美妆主要为主吗？对。然后佩佩是不知道，看我想拍什么，对不对？应该是说，我觉得我好像都在拍我日常生活，我怎么探索我自己的，我应该是围绕在这里。哦。我觉得我下一支大概会拍那个我开箱我新买的那个玩偶，就是我有一系列的，我找那照片给你看。它是韩国 Kakao Friend 的那个，然后它叫春植，你知道莱恩吗？你居然不知道莱恩？你给我看，我看画面我可能会知道。这个是莱恩哦，然后这是他的猫，我超喜欢他。然后我就买了超多，就是不管是抱枕，然后小的那种，然后钥匙圈什么都有，所以我打算就是拍一个统计我到底有多少春植的东西。那蛮可爱的，听起来。因为我最近又买了一个牡蛎春植，它就是一个海鲜，超可爱的。你讲这个的时候，你的语气整个不一样，它就是一个好海鲜开心哦。我是妈粉，我是春植的妈咪。观众因为很喜欢你的个性，就是很幽默好笑，那同时也有一些观众也会好奇说，到底要怎么样像你这样子有这样的个性？就有些人会好奇是，你是从小都是这样子吗？就是这么样的幽默好笑，还是这件事情对你来讲，你是可能慢慢的累积养成的？我觉得我这件事可能是慢慢累积吧，因为我现在回想起来，我国中、高中以前好像没有那么讨人喜欢，就是可能讲话太直接吗？或者是你讲话很直接，国小、国中的时候啦，就是比较不会看颜色吧。但是后来就是可能因为同侪的一些关系，所以我就后来慢慢的比较会看颜色，或者是心里会一直很想要就去讨别人开心，或者是让这个气氛活跃起来一点，不然我自己会觉得太难，就是太沉默的话，我会觉得很压力。你那时候说讲话很直接，是有遇过什么样的经历？是你讲的很直接的话，然后导致说可能别人给你的回馈是不好的，或者是两个人关系有变得走下坡等等的事情？我之前国中的时候，那时候就是快要会考了嘛，但是有一个我的好朋友，然后他考得蛮不错的，就是模拟考那些蛮不错的，但是他很不喜欢别人讲他模拟考很好，因为他自己压力很大。但是那时候我不知道，所以我就在体育课的时候，然后跟他讲说，你都考那么好了，你就不要那么压力啦。然后，但是他说完，然后他就直接跑进厕所哭了。对。然后后来我就想说，是不是我没有发现他有他的压力来源，然后可能这句话会对他怎样怎样，所以我就后来就是一直有在慢慢思考。然后高中的时候也是，就是但是我还是不知道我错哪里了，那些错。对啊，因为这听起来好像也不是那种讲话很伤人，对啊，它算是一个可能很客观，我们平时看到有人成绩好，我们就会这样讲，只是你可能不知道他会在意这件事情而已。对，那也可能也不是直接，就是会想要再更委婉，或者是就是直接让大家开心起来就好了。那你喜欢别人对你讲话很直接吗？我会希望他，不要那么直接，但是也不要就是什么都不讲。就是要讲，但跟你讲要很委婉。就委婉，委婉，一点点。那你有因为我讲话直接然后被伤到过吗？会很直接吗？有吗？还好啦，还好啦，不会了。那这种可以了。这个程度的可以。那还是佩佩，你也觉得曾经我跟他讲过什么直接的话，你可能会在意说他会走心之类的。就你们相处的过程，这都太细节了。但我只是有时候感觉到，我同一句话讲2-3遍，你会不爽。我不喜欢别人碎碎念。
比如说我一直说你没洗澡，我感觉我讲到2、3遍，你就有点不爽。偷爆料没洗澡。就那时候他拿我的手机写我今天没洗澡，然后他就直接上传催，但是我觉得没什么啦。但是讲很多遍，对他讲很多遍，我就觉得你都讲过了，我知道了，然后就是因为我那时候我的女朋友那时候分手前很早很早以前啦，就是刚在一起那时候，她那时候也是很喜欢碎碎念，就比如说我切完菜，然后菜板就先放在水槽里面，就先不洗嘛，然后她就会一直念，她就说你先洗啊，你先洗啊，然后过了一会我们看到你先洗啊，你先洗啊，然后就说你不要再碎碎念了，而且很讨厌别人碎碎念。对，就因为我懂就懂了嘛，那我要做是我自己的事情，就你可以讲一次就好。听到别人这样碎碎念，你是真的会生气？我会尽量委婉的跟他讲，嘘。可是会不会他以为是你在开玩笑？那他没有办法看到，就是你应该没有大爆气的时候吧？对我很少大爆气，感觉不会，因为感觉你的情绪就是比较平稳一些，所以就会好奇说会有时候突然火山爆发了一下。但是我火山爆发也不会对着本人发，我会在后面跟朋友一起发。他怎么可以这样啊？这种对，那你的大爆气其实也有点偏在开玩笑，会笑的大爆气，就不是真的很怒。因为我不喜欢，还是因为通常这些事情，我觉得我可以过一段时间，我就会可以冷静下来。那我觉得就没有必要去挑起这些争端。既然我过一阵子我就自己好了的话，那我就因为我不确定对方如果吵起来会是怎么样的，所以我就干脆就是完全不吵。对，能讲就讲了。佩佩有看过他这一面吗？就是你刚说比较火山爆发的。他不会火山爆发，他只会文字火山爆发。文字你说讯息，就是看得出来是在生气。但他如果真的面对人，他就是刚那样子。他怎么可以这样啊？但是笑笑的爆气。有时候可能不是很多人可以 get 到你真的走心了，或者是有情绪了。这对你来讲会不会是一个困扰？可能你对一个人，其实你想告诉他，其实你已经很在意、很生气。可是当他没有 get 到的话，就会变成是说，你会觉得很可惜，就是没有办法让他知道。我以前不太会，但是我现在比较会觉得好像不用那么隐瞒自己的情绪嘛，就是现在啦。可是有时候还是做不到，你知道吗？虽然想着，但是还是就是要吵架的话，好麻烦哦，很累，很累啊。对，你还要去就是忍受那个吵完架，然后要吵不吵尴尬的那种。可是你不爽他，就是离他而去了。对啊，你连架都懒得吵，我慢慢的淡出。对，我不知道你是这样的个性，就是生活中私底下就是很表达上或者是搞笑，其实是你很擅长的。可是一碰到这种冲突，你会发现你不知道该怎么说。对，因为我也是这样的感受，所以我也可以理解，就是有时候想让对方知道，可又不知道怎么表达。对，而且会倒丢，就是会这样不要吵，不要吵，没事。对，会退一步，对，可能会让一下。但我不知道什么感觉，佩佩是蛮擅长吵架的。我没有吵架吧？我没有跟别人吵架。不见得是吵架，而是说就是有冲突的时候，你是可以表达得很清楚，让他知道。有时候我觉得还有点太硬蛮羡慕这种感觉。嘴替，你当我的嘴替。对，一把就是不要，你不要过来了。我就要做。这又是什么事情？没有啊，想象中的。好，那因为刚刚回到说你的活泼幽默的个性，幽默这一件事情，然后你说慢慢累积起来，那有没有在家人啊，就是实际生活的相处也影响到你这一块，让你变得更加的幽默？会吧，就是因为其实我家，就有时候会开阿公阿嬷玩笑，然后让他们开心之类的。是，但是实际上说这种玩笑，反正就是称赞人家漂亮啊之类的，称赞我阿妈说：“哎呦，电头毛遐水哦，哎呦。”然后这样，他们就会开心。要不然就是开一些地狱玩笑。你说跟家人开地狱玩笑？对啊，就是我阿公最近不是。我最近阿公去世嘛，然后就是丧礼上，就是停在家里那个叫什么？反正就是他会在家先待7天嘛，然后那7天就是头七那一段时间，然后我就会常常跟爸妈开玩笑之类的，
就说为什么阿公的那个插香那边还抽烟啊？他不可以戒一下？你真的任何的场合气氛都是依然是幽默。对啊，就是希望大家就是不要那么难过，开开心心，对啊，开开心心。反正因为大家现在情绪都冷静了嘛，我还是会看那个场面。就是因为我刚回去的第一天，大家都一直在哭。对。但是过了3-4天之后，大家的情绪其实蛮稳定的，就是一直在忙阿公的事情。然后我就会开个玩笑这样子。所以代表你的情绪也是已经有消化过。对。对啊，因为我本来是想说家人离开这件事情，可能心情会非常的受到影响。那这样的情况下还可以保持幽默，我觉得也是很不容易的。因为那时候其实也调整了大概2-3天吗？就是从我接到消息的回去的第一天，然后到后面，因为我是请假2天，然后中间隔了，然后头七才回来。所以其实已经调了好几天，然后就是可以接受那个现实，然后回去才这样子。对，我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有听过，记得你有提到过，爸爸其实也是很像这样的个性吗？他是直接版的那一种。直接版的，你说直接是怎么样的直接？就是他脸臭就脸臭，他大小声就大小声。可是其实你抓到他的点，就是不太会引起他的大小声的这个行为。但是他平常也是就是很爱拉塞。对啊，对，因为我记得你有讲过这件事情。有，我爸超喜欢拉塞的。对，所以某部分你有点像是这样跟他对话，慢慢的也是开始形成这样的一个特质。对，其实我小时候很怕他，但是我长大之后，就是可能国高中比较听得懂人话的时候，然后跟他聊天的可能就有被影响，我觉得。因为伊娃那时候有在露营的期间，我有看影片，但因为这段没有剪进去，你有跟妈妈一起视讯。对。佩佩那时候我在旁边吗？要不然你可能出去约会了之类的。因为那时候是几个人在家。对。然后我觉得30分钟吗？对，我跟观众分享很可爱，就是他跟妈妈的视讯是超级像跟好朋友对话。就是如果你不讲妈妈，我们那时候以为是朋友。对。然后还会说我爱你啊，拜拜啊，我就觉得非常的可爱，然后也很亲密。你可以多分享一些你跟妈妈实际的相处，两个人是对你来讲实际的相处模式啊，是长什么样子？就是我其实不太会。就是我比较少回家，但是我通常有事没事，然后就会跟我妈聊天。但通常是我妈打电话给我，然后她会直接说有空吗？我想聊天，然后我就会 OK 啊，然后就是打电话什么的。然后我也是常常跟她聊天聊一聊，然后就是让她看我的室友或者是我的朋友这样子。然后可能聊天就是她也是想听听我的声音，所以就是随便聊。对，然后就是可能聊他在安亲班的小朋友的事情，然后或者是家里的事情，就是什么都聊。然后其实我蛮喜欢跟他聊天的，可是他也是有他的坚持嘛。比如说我之前去打唇钉的时候，他就是很生气，可是就是撇除掉这些可能他自己原则上的事情的话，他就是很像朋友一样的，可以分享一些心事或者是各种八卦。我很多八卦都会跟他讲。真的真的，因为几乎你的所有事他都知道。对，哇，他甚至你自己的八卦或者是朋友的八卦都会讲。对，朋友的八卦也会讲。所以他应该是知道你，就是他那时候还问他有看《恋爱女子宿舍》。对，所以我也好奇说你有没有跟他聊到佩佩啊？有啊。然后我还跟他讲说，你知道萌萌跟佩佩其实没有在一起吗？然后他的反应是，他说，真的假的哦？我以为会在一起耶。我听到的时候也是这样子。可惜。所以他基本上所有我朋友的名字，他应该都记得，就听到声音都会记得。所以爸爸是比较严厉一点的角色。对。那你当时就是跟家人公开出柜的时候，因为我听到的是妈妈是很 OK 嘛，那爸爸呢？没有跟爸爸讲。没有跟爸爸，至今都不知道，因为他不滑 IG。他有下载，但他不滑，所以但我还是有晋升他啦，所以他也不知道。对啊。所以
你会担心他某一天知道要怎么样去面对，跟他讲这件事情？我觉得他经过这些事情可能会看开了，就是可能之前刚参加的时候我会害怕，他知道你去参加？不知道，他不知道，他真的啥都不知道。对，那你这样去那时候住9天，你怎么跟你爸说？因为我本来就在外面租房，所以不讲，对，不讲他也不知道。因为我本来就没有跟他聊天。我那时候跟我妈聊天的时候，我就说：“你不觉得我爸真的很难聊天吗？”然后他一开始还没有说什么，他一开始就说：“没有吧，还好啊。”然后结果过了1-2个礼拜，还是反正1个月2个月，然后他说：“哇，你爸真的很难聊天耶。”我说：“你看我说吧。”不是你妈跟你爸相处这么多年，他们是一起住吗？还是？对啊，一起住。那他是很后来才感受到你爸很难聊吗？我觉得他一开始可能自己聊自己的吧。因为我爸就是很容易就是，比如说你讲了一些我不感兴趣的话题，但我妈说但是他真的不感兴趣，他就是不理你，他就是不回你。然后直到比如说你说到一句有兴趣的，他就说对啊，就很难聊天。可是爸爸不会关心说，最近有没有谈恋爱啊？从来没问对，没有问过。那有没有说最近有没有交男朋友？都没问过。都没。对啊，因为我觉得通常会问的时候，才会关心说，到底我女儿有没有男朋友，或是到底是不是？对啊。或是他其实知道，就是因为知道所以他不讲，不会提到。maybe， 因为真的很少对话跟他聊天。即使回到家也是很难会好好的。最近比较常聊天了。因为常回家嘛，通常就是回家才会聊一下。但是平常就是电话完全不会，要不然就是妈妈可能打电话的时候，爸爸在旁边就是稍微嗨这样。好不熟的感觉啊，嗨很尴尬。我现在还是会怕一下他啦，因为他说生气就生气。但他说他没有生气，他只是大声。对，不耐烦，他还是会怕。那佩佩呢？你跟家人的相处，跟父母没有距离感啊，但是也不会到朋友，就是觉得像是平等的，但是没有到好朋友。但你会室友，你也会什么话都跟他们分享？心情是可以分享，但好像不会去分享，比较多跟妹妹讲。但是他们都会有追踪我 IG 跟Sway这样。我没有晋升现实动态有。对，其他没办法进来就没有进。那接下来就是我们来聊聊关于节目上的你。因为你其实包含现在或者在节目中，你一直对外形是很有信心的。就是我是漂亮动人的人，要有自信。对。那你这样子，当时在上节目前，你有想过，你觉得你算是一个应该会是一个炙手可热的人选吗？我那时候其实没有想那么多，就是因为外形被选择还是什么样的，我只是觉得我镜头拍起来应该蛮漂亮的，就是没有想到，没有想过会很多人选择还是怎样的。对，就觉得拍出来可以欣赏一下。因为第一天就被很多人选嘛。对，当时的心情压力超大的，压力很大。对啊，不知道，因为感觉选择谁或者是不选择谁，感觉都有些人要被拒绝。对，不喜欢那种感觉。那你后来有提到，慢慢随着节目过去嘛，就是有自己提到自己开高走低。那因为其他来宾原本选择你，但后来他就转向其他人了。对。那你其实那时候有受到一些心情上的打击吗？甚至是怀疑自己？一点点。我完全可以理解，就是他们没有要选择我的原因，或者是他们有更喜欢的人。但是就还是会有一点失落。毕竟那个是很立即的嘛，当下就是可以感受到的。没错。而且没有人选择会很尴尬啊，就是为了让自己有台阶下的时候。然后我们主持人讲你没有被选择也很尴尬。对啊，好残忍。然后明明是我讲我说Eva没有被选择，然后我都要转过头就然后而且要面对很多个就是你们腥风血雨这4个字也是你讲的。对啦，看起来像主持人很喜欢看的感觉。对，我一开始想说多加一点料，让这个节目更精彩，但实际要讲的时候就天哪，好罪恶感。所以下一期如果有这种环节的话，我要把这种主持棒给别人，给 Google 给萌萌。好难过哦。比较温和。
那你在生活中有面对过类似这样的一个情境吗？就是例如说，可能面对曾经喜欢的人，然后被拒绝。没有因为我这样算自尊心高吗？我也不知道。但是通常我感觉到我喜欢的人可能没有那么喜欢我的时候，我就会直接断掉。就是其实不太会有什么留恋，就是断掉。所以你就是在喜欢这个人的同时，你会不断的观察他到底对你的感受到哪里。对，或者是他也有喜欢我，可是他可能也有在喜欢别人，断掉。就你会很明确、很快速的，对，就直接断掉。对，可能没有那么恋爱脑，就是很怕自己太多，对，怕很容易自己陷进去。对，他自己感觉好像比较低的感觉，被选，就那个地位比较低的，对，感觉上，主动权要掌握在自己手里，没错，抓住在自己的手里。他不要了就不要了，这样。还有一个就是你在圣诞交换礼物的时候，那个时候弟弟选择了小哈的礼物，然后没有选择你嘛。那你当下的心情其实是用轻松诙谐的表情或反应去带过。那你在访问中你有提到，但实际就是有时候你可能遇到很失落的事情，你也会用这样的情绪去掩盖掉。对，你是因为害怕那样的情绪展现出来吗？因为我不太想要成为一个太情绪化的人。其实不是想要展现出来这样，我就会自己在心里面想说，其实没必要做到，没必要情绪成这样。所以我自己就会找一个事情给他让我的消化掉吗？对，直接就是消化掉。你通常会做什么事情？就是像那时候就是弟弟没有选择我的礼物的时候那样，就是可能用几个比较诙谐的表情或者是动作，就是对，让自己的情绪有个出口。或者撒娇。撒娇对啊。那个如果是你自己一个人的时候，还有这个情绪，要怎么面对它？就是划一些无脑的东西，让自己不要再想，对，不要再想，所以开2倍速，没错。你的心情好跟心情比较低落的同时，你的那个幽默的资料库都是来自于看这些，对，很大的动力。没错。你画那个悲伤为你的那个搞笑的养分。那佩佩呢？如果你实际面对比较低落的情绪的时候，你自己一个人你会怎么去？就写字啊，或者是现在拍影片吗？不会我拍影片一定是心情好的时候。你不会在拍影片的时候可能表达自己比较这些情绪？我觉得我没办法看自己情绪低落的样子。真的你不觉得流泪的时候照镜子感觉像自己像韩剧女主？不行，我没有办法看自己哭。我能接受我情绪化的时候就是那个时候，就是感觉自己好漂亮，美人垂泪。我天哪！真的是蛮自恋的，有本钱的自恋。好，那个时候你就选择弟弟。对，当时在节目中，弟弟是你相对其他来宾的选择，还是即使在生活中遇到，他也会是你会考虑觉得有可能想交往的对象？好犀利哦。我觉得可能是会考虑的对象，但是可能就不会那么主动了，因为应该很难确定说他是喜欢女生，就是因为我们现在都在恋综里面嘛，对，就是很能确定就是如果他是我的型，那他一定就是可以考虑追求，但是如果在现实生活中的话，我可能就没有那么外向跟有勇气，就是去认识这种类型的女生这样。所以你看到喜欢的，你觉得你做最主动的事情会是什么？假如今天你在路上就遇到一个，你好漂亮，你好漂亮的衣服在哪里买的？这种的，这种的啊，这是你最主动的了。对，已经是我还蛮自然的。主动搭话已经是我最大的主动了。对，跟陌生人搭话好怪哦。我不会，就算在酒吧也是超怪的感觉。另外一个就是在第9季的时候，你们有聊到前任的话题，包含晴晴、小哈你啊，对，佩佩也在，然后那时候你是就难得会看到你比较感性脆弱的情绪溃堤，对，然后你那时候有提到的是你在聊到前任，
有讲过一句是，会不会是因为你自己的懦弱而有这样的一个结局？那你可不可以分享一下这是什么意思？就是懦弱是代表什么？你们分开的原因吗？懦弱嘛，应该就是因为他那时候我其实不太喜欢回讯息，就是就算他传讯息给我，可能比如说他传了5则，我可能就会回他最下面那一则，或者是怎样，反正我不喜欢打字，所以但是他就有一点小情绪嘛，但是他习惯又习惯不讲。可是我看得出来他好像不太开心，然后我问了1-2次之后，他不太想讲，那我就想说，那我也就不问了，因为我也怕再问下去他吵架怎么的。对，如果我那时候再多问一点，或者是再多关心他一下呢，会不会就是不是现在这个结局？其实因为我这个习惯持续很久，那他一开始说他能接受，是因为他有足够的爱可以包容这个行为，对。但是他后面就是可能交往2-3年之后，他觉得他的爱没有办法足够的去体谅这个行为了，所以他就觉得有点累了，这样，他那个不开心就会就会外显了，然后我就因为我一开始真的没有意识到，但意识到了之后，我尝试了1-2次之后，我就不敢尝试了，所以就可能就变成这样。你指的是讯息部分吗？对，他说他那时候我们有聊开，说是他说真的是就是讯息是最大的原因。因为我本来好奇说，会不会在生活中也是，就是你可能你有什么心情，但你可能不会跟他讲，所以导致他也很难知道。他其实才是那个心情什么都不讲的那个。真的哦。对。所以你们相处上也会很多时候不了解彼此在想什么。对，那时候是，因为我基本上我就是遗传到我爸爸，他就是你要什么你要讲，我没有办法猜，因为猜不到，不是不想猜，是猜不到。那你想要什么，你有什么要求，就是讲出来，然后你讲出来，我们就会去做。对，所以我觉得我基本上那时候也是这样，但是后来又改一下了，后来有稍微体谅一下。体谅。所以我们就刚好聊到你现在的感情嘛，对，你说现在已经复合了，复合了。好，那我觉得非常的好奇，就是当时看到你的情绪这么溃堤，然后怎么后来到现在，那复合的过程是你们2个经历了什么，所以会现在又重新在一起了？那时候就是因为上蓝狐盟，就是经过很多，就是你需要去讲出你内心的感觉嘛。对。那就是经过这9天的练习之后呢，就是让我去思考，就是很多以前做可能不太好的事情，那就觉得是不是如果我现在进步成这样的话，那是不是对于这段感情可以有更好的就是沟通？对，然后就想说可以再试试看，反正我后续也没有什么可以接触的对象还是什么，然后就是想说如果只是因为这个原因，然后就断的这段感情，我觉得其实有点可惜。对，因为其实我们这段感情带给我们的2个好处其实是很多的，就是各种陪伴啊、支持什么的，所以我就回去跟他聊这件事情。对，然后我们也是沟通蛮久的，你当然也有看到我的进步啦，他可能也有看到我的进步。所以就是决定说就是复合这样。就等于说，因为你在节目中，其实你对他的那一份情，其实都还是在的。就是那时候是慢慢放下，但其实没有消失。我觉得是因为很难啦。因为你刚刚提到嘛，就是现在有更多的沟通。那除此之外还有吗？就是这一次的在一起跟当时2个人关系还有什么相处上有不一样的地方？相处上就是我比较更会去主动关心他，然后他也愿意再更敞开心扉一点，因为他有时候的情绪会一直自己藏起来，然后他也是变得就是比较会讲出他心里的实话。我比如说他真的觉得我什么衣服很丑，他就说不好看。他以前就说很好看啊，就是我是很开心，他就是直接讲什么什么。对。毕竟如果猜的话，就是有很累的一件事情。对，然后他自己也觉得好像
不能把什么情绪什么全部放在就是我有没有回讯息这件事情上，就他会更有自己的想法或者是时间这样子。反正整体而言是两个人现在相处关系就更紧密了，相较于上一次。对对 ，OK。那你那时候刚在一起复合的时候，又马上跟佩佩分享，有吗？有，好像有哎。有吗？没有吧？是我问你的，真假的？你都不会主动说的，是我发现的。你发现的，是因为看到他们实际的相处，限动吧？啊，限动吗？对啊，感受到那个氛围不太一样。那你那时候发现他复合，或者是证实的复合，你那时候你的心情是什么？耶，我猜对了。原来是这样子，我以为是很替姐妹开心呢。开心吗？开心吧。这样讲不太好，但我那个时候就觉得干嘛复合，干嘛吃回头草？他是完全不吃回头草的。是那个你有讲过吧？因为那个时候我对你女友也不熟，因为在我的视角里，她就是前女友，只是这3个字，所以大家都会那样觉得。但你现在有跟他前女友认识了吗？对啊，不是前女友啦，现任女友认识了。对啊，有啊。那你这样实际感觉复合他们这样相处是，你看起来是怎么样？就是会知道他们之前的故事啊，还有他们相处啊，还有跟他女朋友聊天，就会觉得复合跟我之前想法当然不一样。因为我之前就是带他去圆山的那一天，我不是还有很多行程嘛，就是他是比如说约10点来我们家，但是我那时候其实可能11、2点才快到家，所以那1个小时是我女友陪他一直聊天。哦，真的。对，然后他们那时候就聊了很久，所以也算很聊得来。对啊，那不错，这之后就可以一直玩在一起。我家很适合耍。是啊，那你有很好客，很自然。那你有踩到他们家狗狗的大便吗？没有。不想再踩到。你家有印象就是你上次踩到大便，我带给你踩，带给你踩。你下次我们还有这种拍摄的话，你就带。带你不要跟我讲，你放在地上。那你就要跪在那边。对，好可怜。我们接下来还会有网友的 Q&A 问题，那最后的最后就是分享一下这次参加节目整体的收获。哇，我觉得收获其实真的很大，就是不管是让我的个性变得更愿意讲出来吗？能去常常去思考自己的想法，然后就是透过一些可能思考的还是会很慢啦，但是至少愿意思考，愿意讲出来这样子。然后还有就是收获了很多朋友啊，然后收获了会在网络上听我讲废话的一群粉丝们，我觉得很开心呢，就是不管 po 什么，大家都会支持，给很多的情绪价值，我很开心，对，很多情绪价值，对，真的，这届你们真的是很有别于我们以往，从来没有遇过像这样子这么大量的粉丝就是追踪你们，然后关注你们，甚至想跟你们互动见面的。之前没有。我觉得这么讲，我觉得这一季是目前第一次让我感受到观众把来宾当成偶像来看。对，之前的话就是会说我喜欢这个来宾，可是比较没有那种我一直想follow这个人。对，所以我觉得这一季看到有这样的一个过程，我觉得蛮开心的。会不会是拍摄的那个样子？把我们的个性展现得很好。但我觉得某部分也是你们的个性本来就是很受到观众的喜欢，比较讨喜。这个我觉得也是比较重要的一个元素。对。那佩佩呢？你觉得这样看伊爸下了节目后，跟在节目中认识的他，你觉得有什么不一样？还好我觉得差不多。依然漂亮，依然自恋。因为我觉得我算是前面蛮早就跟你熟起来了。因为我觉得对你就最一开始就是超冷，到后面就是都一样。那有些人可能是慢慢，但我觉得你是个断层，超冷跟超好的因为你们熟识的也快嘛，对啊，才几天就好。而且你有讲到一个很关键，就是你完全不能跟朋友肢体互动，但跟伊爸却可以。对啊，对吧？到底是有什么样的魔力？为什么是两个人可以让你有这样子直接对肢体接触这件事情可以很就频率很合而已吧？但是我本来就肢体接我们2个都算喜欢肢体接触嘛，那时候我们就有聊到。但你说你对朋友不会啊？他其实喜欢我了。到现在观众还是有问这个问题。有吗？我觉得蛮多人不克啊，不是不克啊，就是说不可能，死都不可能。
那有人刻一萌哎。对啊，我觉得你跟萌萌还比较接近。还是有人问说，如果佩佩没有跟萌萌的话，那2个人会互相考虑？这就是观众又想问的问题。姐妹就是姐妹了，2个0也不会有结果。会那么好，就是因为很像。对，除非突然有一天可能，你知道怎样，我被附身。2个小公主不能在一起。对啊，2个小公主怎么会在一起？那我们今天的访问、游戏、Q&A 都完成了，就到这里。耶！好，那反正祝福2位，因为就是也是算新的工作嘛，就可以完全顺遂，然后一直往你想要的路啊。还有2位的频道大紫大红，然后赶快开会员，对，开会员，对，观众应该也会想要加入会员，没错。那代表你们的那个拍摄剪辑量要更大了，压力又更大。我就要请爱迪生来。那不如你先帮我剪片，直接累死。佩佩有兴趣也可以来哦，剪片的部分。剪片，当狐獴的影片呢，他直接宕机，完全不接收。好，那就祝福2位，就一切生活、工作、感情都顺遂。那也观众也是。那我们今天的访问就到这里喽，我们就跟观众说 say goodbye， 拜拜。如果你还看不够，欢迎加入我们的会员，1个月只要100块钱。上节目一堆人夸赞你漂亮，让你信心大增吗？超级，应该超过了吧？超爆红欸。那你会听你吗？不会啊，不会听你，一辈子都不会听你。你这个笑声。你那时候亲弟弟的时候在想什么？是很激动的，还是心情是很平稳的？你可以看到幕后花絮、完整版的约会内容，甚至是成员们观看节目播出的第一反应。但是呢，你要注意，假如你是 iPhone 用户的话，请不要直接从 YouTube 的 App 购买会员，这样会被多收50块的苹果税。所以建议可以从其他的网页浏览器或是电脑直接购买。작은 한 뼘짜리 공간